平安被下狱了，说他牵涉军抢案。哪个王八羔子走漏的风声？我怀疑是袁绍成。之前平安设局，害他被度量拷打，看来是怀恨在心。有这个可能。不过什么？如果是他，为什么现在还没有人来抓我？不是他还能有谁啊？平安早就跟我们说过，他这个人狡猾又残暴，他做出这种过河拆桥的事一点都不稀奇。到现在还没来抓你俩，指不定还憋着什么坏水呢。是下的大理寺狱吗？不，是被厉俊带走了。完了，落到他手里那可真是生不如死。我现在就要去救平安。彩莲，不能自乱阵脚，先想办法。我府中的酒啊，尚算平平。等你升了官，我带你去梅府品鉴更好的酒。如今我已在你的麾下，海公要是有什么话，不妨直言。我且问你，你和那个叶平安，到底是何关系？我与他相识不足半月，眼下只是奉旨一道办差，仅此而已。那就好。现在你正值升迁最关键的时刻，谁该帮，谁不该帮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我的话到这儿就足够了。今夜你可是立了功，怎么这副模样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有些惋惜罢了。惋惜？哦，原来是因为那个叶平安啊。初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只觉得他是个骗子。后来呢？后来觉得遇上他这条毒蛇，还真是棋逢对手啊！能让你成为对手的人可不多。究竟是谁要他死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是海一平吧？你不用这么看着我，能让你左右权衡的，眼下只剩下这位海尚书了。平时我只是懒得动脑子，你以为我真傻？哥，平日里我只是嘴上不说，可我心里知道，但凡人前有出头的机会，你都会主动的让给我，为的就是让我立更多的功，因为只有这样，咱们才能替盲狗人更快的脱离奸计。我知道你从来不是感情用事的人，但这叶平安，你真不打算救吗？
既然还犹豫，不如让老天做个决定。不惧寒风萧墙起，只待梅香扑鼻来。用刑是门技艺，你身上的这些伤，正如朵朵红梅绽放于黑夜。你看，像不像白雪洒落指头？腾出的汗又有体香，正正契合这句诗，连我都佩服我自己。立功深谙，原来这么喜欢玩花把式。说说吧，军饷莫名失踪，背后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又是谁指使你犯下这弥天大罪？那个幕后主使，今晚不就在那儿吗？你指的是袁嗣？当然是度量。军饷在他府上，我也在他府上。若军饷是我盗的，便是受他指使，他才是主谋。把一切推给一个死人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他一个五品郎中，敢私吞全部军饷，还都藏于自己府上。就算他敢，也必定有人给足了他胆子。你说呢？这才是你想要的呀！其实你根本不用给我用刑，我全都会照。你让我要谁，我就要谁。将军、尚书、宰相，是不轻不重的小罪，还是灭族大罪，我都签字画押。你听，刚到亥时，你这副模样，多败兴！我可是为你准备了漫漫长夜，我心想出了很多种刑法，都还没有叫人试过。金汤刑、蛇海刑、骨笛刑，没有刑法，公子就出不来。我明白，世事轮过那么多案子，是哪种人事最让你兴致高昂？我猜是高官贵胄，看着他们从高谈的折尽衣着，尊严一天天被你撕碎，这种反差才最让你快活，对吧？郎主，张尚书，说吧，今夜是何情形？是。今夜袁嗣成带人进入度量府中，搜出了丢失的军饷。度量因贪没军饷，现已伏诛。是意外磕死的。哎呀，张尚书，我看程慧也算是屈才了。你那刑部不是还缺人手吗？多谢郎主，小人没齿难忘。你妹妹还有你老母亲，我也会让人好生安置的。多谢郎主。起来吧。是。还有那个叶平安，也已被厉郡押入大牢，正在连夜审问了。今夜事还得在今夜比。小人明白。此等大案，刑部需要拟个奏章，报进宫里，
也得明日了。海尚书，告辞。不送了。派人盯着程慧，看他到底能不能除掉叶平安。是。你为何怀疑叶平安是御史案的幸存者？最初发生郑源案，我以为他不过是个替罪羊，可没曾想他利用郑源案竟谋得使职，而且他还清楚度量贪墨一事，找我想用军饷案来对付度量，我便知其心思缜密，绝非泛泛之辈。先前家母寿宴设计御史案的那位前来贺寿，他妾室手臂上的那个7叶昙花烙印，让嫣儿呆呆看了许久。我便引导嫣儿将其画了出来，果然试出了，她就是御史案的受害女子。心思缜密，已深入局，好一个易掌控人心之人，此人必除之。没想到你竟是我的知己，用刑具剥落他们的身份，这才是最高的技艺。可惜呀，说。指使度量从官道上劫走军饷的人，到底是谁？当然是出身士族的人。说起士族，你出身贫寒，苦熬多年才入仕，可士族却因不屑你的出身，阻挠先帝提拔你。此后，你便恨上他们，哪怕又想傅生进视你为好友。你却仍将他拖入万劫不复之地。好友，他傅生君高高在上，骨子里只是把我看作玩物。你们所有人都把我视作疯狗，但我这条疯狗，帮圣上铲除了多少障碍？我做的不对吗？那你为什么要杀那个发病的百姓？你手上沾染了多少底层人的血？哼，你是想说你我都同出身底层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可惜你的巧舌在我这儿不管用了。每次行训时，最让你索然无味的，便是人死的那一刻，不再动弹挣扎。因此，对于我这种体弱的凡人，我倒有一个颇具技艺却又不会重伤的刑罚，可有兴趣？说来听听。龙鳞满床波浪湿，血光点点香而起。取鱼鳞相切，便是龙鳞，再将其挑落，血染斑珠，这便是香而起。来人，马上去给我弄几条鱼来。这里是宵禁，去哪儿用鱼啊？去找郡押回牢房，让他好生歇着，待会儿再好好招呼他。这都什么时辰，咱去哪儿找鱼去？他折腾犯人就算，还折腾我们。哎呀，就是。鱼？平安是想告诉我们什么？鱼离不开水，是指有水的地方。平安能传递的消息极有限，所以应该是最具体的地点。那就是黑市。没错，能在宵禁之后买到鱼的，只有黑市。我明白平安的意思了，我们得赶紧过去。
了我，不但不可以立功，你还会死。你在跟我鬼扯什么啊？哼！度娘死前告诉我一个秘密，你不也看到了吗？这对你背后之人很重要。他跟你说了什么啊？度娘行贿了很多人，他想跟那些人的交易记录成册，然后出事，这本名册也会公之于众，你背后的人就会倒大霉。可如果你拿到这本名册，就是大功一件。那他在哪儿啊？说。还是雨天。少成啊，你这是……我阿爷以前就是铁匠，什么破铜烂铁，在他的榔头下都能变废为宝。你想打个什么呀？给自家人的腰牌。心里装着太多事，会把自己压垮，不是光靠对着铜铁敲敲打打就能够发泄得了的。古树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的双手很脏，所以我不断地用酒去冲洗，可怎么都洗不掉上面的血腥味。之后我的心就会变得更硬、更冷。其实，你若插手审问军饷案，那叶平安就此刻最重要的是获得美党的倚重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既然选择了，就不应该将希望寄予在别人的身上。我是这样，叶平安也是如此。如果他连自救的本事都没有，那前路刀光剑影那么多，他早晚也是一死。我又何必多此一举？有人要杀你，为啥？因为度娘死前告诉我有本行贿的名册藏在黑市，失狱时与其为难我这个无足轻重之人，不如顺水推舟，跟着要杀我的人，挖出藏在背后的士族高官，这样你就能获得更大的功劳。你们就站在这里看着他，一步也别动。是。来，看一看，看一看，都是稀罕玩意儿啊！随便看，来看看吧。哎，别走啊！哎，看看，都是好东西啊！买就买，不买就走。老板，来买鱼的吗？刚杀的。我是杜郎中的人，来取他让你保管的名册。名册？什么名册？我们这是卖鱼的，没有你说的那玩意儿。哎，老板，我想起来了，好像是有个杜老板，在我们这儿存过一个，那叫什么铜轴。是你说的那玩意儿吗？啊，对，
同轴就是名册，给我。那得要寄存者的手牌才能拿，你有手牌吗？我有，稍等。你早说嘛！把同轴给我。别手挠啊！快给我！试试，追！怎么来了2拨人？配合的不错，一定是平安诓他们来找度量的名册，以此来拖延时间。我给了他个空的同轴，还好你反应的够快，不过同轴应该很快就会露馅的。能拖一颗是一颗吧。丽君之所以在这儿，那就是平安想让他这条恶犬去咬该咬的人。郎主，盯梢陈慧的人汇报，陈慧不知为何突然离开刑部大牢，去了黑市。这么说，叶平安那里，他并未得手啊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分头追！是。陈慧，我拿到了。海公会照顾好你的家人，放心吧。在那儿！说，杀你的是什么人？我娘过上好日子了。试一试，里面是空的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他们应该来不及拿走名册。难道我们被耍了？竟敢耍我！叶平安，我扒了你的皮！试试。难道没抓到人？抓个屁！那个叫陈慧的都被灭了口。你说的度量名册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吧？想利用我帮你抓到背后的人，你嫌疑未脱就敢欺骗本官，这牢里的刑，我先让你尝个够！捕射人刀！圣上口谕：大胆力俊，叶平安乃朕亲封特使，你岂敢胡乱抓人？命你即刻将叶平安无罪释放。臣未能体察圣意，臣有罪。臣立功行事要是再这么不知分寸，你的那些刑罚，恐怕只能用在你自己身上了。还不快滚！走。你这么急着见朕，可是君享案有了什么进展？陛下与臣协查办案之权，是开了天恩。只是臣办完此案，恐怕就没有机会将此令牌亲手还给陛下了。这是何意？臣曾说过，愿做陛下祛疮补肉的重药。可陛下除了臣这副药，还有库里那柄重剑。臣无高位，无党派，无大族，得罪的人只会越来越多。只要他们罗织些臣的罪名，那柄重剑一挥，臣这药罐子
只怕就得粉身碎骨了。你是来求朕这道保命符来了？把你的手牌揣回去。你这颗小脑袋，除了朕，没人摘得了。谢陛下隆恩。丢失的军饷，臣和苑4城已尽数寻回，只是此事还望陛下先秘而不宣，再借臣2日，方能找出这背后的复古之居。云。袁绍成忠君体国，恪尽职守，于军饷案中立首功，现由大理寺丞擢升大理寺少卿，钦此。臣叩谢圣恩。朕登基以来，先有越王之乱，后有文臣之治，有些人便趁机浑水摸鱼，寅吃卯粮。像那傅生军，横霸良田千顷，逼出不少流民来，早就该好好的治一治了。可朕身边信得过的人不多呀。臣虽出身微末，却有志铲除贪官污吏，为陛下肝脑涂地。天下言价日涨，其中必有蹊跷。显而提起，户部郎中度量暗地里勾结了一个叫齐君山的商人，以赌方名义行贪墨之事。你从他身上查。是。他不过是一根藤草而已，要紧的是他倚仗的大树。朕之所以不动某些人，是因为还需要照顾士族和前朝老臣，你可明白？臣明白，臣定不会让他们察觉，扰了陛下统御天下之奇举。曾公今夜暂且在我府上歇息，请。成了，要你监视，若想报名，我只能随愿生动。臣借假杀曾轩，获取度量信任后查明，度量多年来勾结齐君山，敛财共计约30万两，今于现银9万4千两，加上抄没的度量家财以及齐君山赌方之账，已尽数收归国库。查办度量之事，你做得不错。皆是陛下雄韬伟略，运筹帷幄，臣不过是听令行事，不敢居功。盐价上涨查得如何？臣尚未查到度量牵涉其中，不过，臣怀疑有人通过度量在户部盐税上做手脚，还望陛下允准臣彻查户部之账。准，但阵仗不要大，1、2个得力的人随行即可。是，陛下，臣心中已有怀疑之人，只是尚无实证，不敢妄言。朕知道，没有证据，就找出来再回话。是。恭喜你啊，官升2品，腰带不错。你就不怨我没有对你施以援手吗？为什么要怨你？你我又无朋友之意，各为其利罢了。何况你在升迁的重要当口，更不能与我这获罪之人有所牵扯了。我倒宁可你能骂上我2句，也好过在这里恭贺我。袁绍成，
你其实心里根本不满足于现在这个位置，你志在拜相，对吗？我去过芒沟，也听说过龙门场内的惨况。芒沟人过得很苦，他们出生便是贱籍，无法拥有田地，更别提科举入仕了。他们只因出身不正，就世代无法正常生活。明明是正直善良的人，就活得像个罪人。要改变这一切，唯一的希望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权利。我不怨你，是因为这条路一招不慎就会满盘皆输。如果我是你，也会跟你做同样的选择。好啊，没想到知我心者，竟是一个与我相识不过数月之人。来，我敬你。别搞得那么煽情行不行？而且我既然走了这条路，若不思虑周全，连自救的本事都没有，空等他人施以援手，那不如趁早回家种地算了。我问你，御史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度良在死之前说你也是罪人？告诉你真相又能如何？如果我成了你仕途上的拦路石，难道你会帮我？我啊，是个讲究实际的人。既然你帮不了我，告诉你真相也没有意义。好，不说也罢。木簪掉了，给你个新的。你还是把木簪还我吧。找不着了？那我也不要这个。为什么？木簪好啊，它即使摔落泥尘也不会破损，不像玉，脆弱易碎。我就喜欢戴木簪。还要不要？你的伤势怎么样了？想知道啊？给你个机会，帮我换个药。怎么，怂了？你都不嫌害臊，我怕什么？真当我不记仇啊？一报还一报。毒蛇，刚才还知心人呢，这会儿就毒蛇了。毒蛇又怎样？你这豺狼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哼，自己换吧。这里面怎么了？账房走水了，快救火！去年扬州大水，后有甘南旱灾，朝廷
欲拨赈灾银却不足，说国库因前朝连年战事落下了亏空，为了不增田税，今年这军饷，朕才着人从盐税调去。这下倒好，要查账了，堂堂户部账房竟然着火了。陛下，度量妄占其位，胆大包天，竟敢贪没军饷。他这刚刚咽气，账房就起了大火，背后还不知道藏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还请陛下彻查。这年年最易起火的，一个是库房，一个是账房。此事需严查户部一干人等，朕倒要看看，是谁在这背后肆意妄为？是不是哪天连朕的寝宫也都要烧了？户部尚书这个位置，得换个人做了。万成，陛下，一会儿让显儿拟旨，将那张显朗革职查办。是。如此，尚书之位便空缺。陛下此次召臣等前来，可是想议新尚书人选？海清，陛下，你是吏部尚书，你心中可有合适的人选？江州刺史薛仲山为官清廉，治下江州更是3年纳税居首，臣举荐他任户部尚书一职。李老，你呢？海公所说的薛仲山是有些本事，但要说清廉，怕不见得。据我所知，他自己已养了5房外室了，纳税虽然居首，但今年江州的流民反倒比去年更多了。李老，要说流民，何处没有啊？薛仲山的才干那是当之无愧。只论才干，不论德行，这怕不是海公的处世之道吧？户部尚书一职，事关天下钱粮，需德才兼备，朕绝不容忍再有度量这样的烂吏赃官兴风作浪。海清问何处没有流民，朕告诉你，幽州就没有。幽州刺史被那里的百姓称作是祭青天，此人乃骨梗之臣，朕召他进京，就由他领户部尚书一职吧。人无完人，薛仲山既然做出了功绩，也不能不赏，就提他做户部侍郎吧。陛下英明。想出是谁指使陈辉暗杀度量，害你入狱了吗？会不会是李氏？毕竟李氏最怕度量供出跟他们有牵扯的人。或许是协助我们布局的海怡萍。他？为什么是他？陈辉若是李氏的案子，的确会急于除掉度量，可我的身份并没有暴露，李氏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？而海怡萍，我见过她妹妹画的一幅画，画中女子手臂上有什么？和采莲一样的7叶昙花烙印。可海烟这些年都闭门不出，他不大可能见过当年的受害者。那他画中的女子又是谁？所以目前只是怀疑，毕竟御史案牵扯甚广，不能放过一个坏人，但也不能冤枉了好人。不论如何，用这么残忍的手段给女子留下烙印的人，已经离我们很近了。这件事要告诉采莲吗？采莲性子直啊，在没有确认这个凶犯到底是谁之前，先瞒着他，免得他冲动行事。
我之前就问过你手抖的毛病是怎么回事，你跟我说是没睡好，多休息休息就行了。我看呀，根本就没有好。我可听你说过，若是人有心疾，时间久了身体也会出现病症。你不会也有心疾了吧？怎么会？我可是心医，你难道不相信我的话呀？你呀，总是喜欢剑走偏锋，有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你是在折磨你自己。你会这么想，其实是因为我喜欢这样活着，我喜欢冒险。若是敌人一想到我就感到害怕，那才有意思呢，不是吗？这个想法我只告诉你了，你不会觉得我有毛病吧？你呀，现在度量已经死了，这些年朝局动荡，度量当年接触过哪些官员，我们现在根本查不到。从人身上查不出，那就从物件上查。什么物件？大案结案后，卷宗都会封存在案牍库，或许我们能从里面找到些被人忽略的细节。之前没有机会，现在不是有了吗？袁绍成升任大理寺少卿，有权调阅卷宗。你从何时开始就在打卷宗的主意了？这不是心里一直惦记着呢吗？哦，可袁绍成这种以利为先的人，无利可图又危险的事，他会答应吗？你们都知道我出身芒沟，人人都管我叫老鼠，但我从来不避讳这个，因为老鼠的生命顽强，杀不完，灭不尽。正因这样，我今日才得以站在这里。记得刚来大理寺的时候，你们中有许多人瞧不上我，甚至还跟我动过手，是吧，二虎？但如今，我们已经是站在一起的兄弟。我不管你们是否相信公正二字，但是我要你们记住，那些视人命为草芥的人，无论是袁绍成，还是这大理寺，绝不会允许他们在这世上多留一天。是，所有人随我出发。爷，你养的这个壮汉真是好凶啊！哎，这贱民那条命还值不上一头牛呢，只不过在我手里啊，总算有点用处。好，起来，起来！快快走！这龙门场应该没有大理寺要查的案子吧？你跑这耍什么威风来了？听清楚了，大理寺即日起要查封龙门场，无关人等速速离开。我说姓袁的，你好大的官威啊！怎么，仗着自己刚升官就敢跑到龙门场，来给这些老鼠出头吗？大理寺已查明，齐君山暗中勾结度量，他贪赃枉法，其名下赌坊，包括这龙门场，皆由大理寺查封。我看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？龙门场能跟齐君山那些其他的赌坊相比吗？在谁名下根本不重要，此地乃是文帝时御批所建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叫嚣查封？我依的是国法，是大封律令。你这人放肆！你知道李郎的父亲是谁吗？闭嘴！我告诉你，今日就是皇亲国戚来了，他也得按照大封律法办事。这律法中可曾写道，贱民必须以互相厮杀的方式才能获取脱籍的机会？又可曾写道，这龙门场不能被查封？
把所有人请出龙门场。是。且慢。袁绍卿说的对，律法上确无条文，但这龙门场乃是文帝所建，想要查封，按章程也得先请示当今圣上，否则贴上了封条，你可就要连累大理寺，担上大不敬之罪。更何况，哪怕请示了圣上，圣上允了，此地要封要拆，随他去便是，自有人另寻他处，建新的龙门场。崔侍郎所言甚是，我跟一个莽夫置什么气呢？正好我觉得此地偏远，明儿个我就重新选址，建一个更威风、更气派的场子。我们走。走走。陛下，袁绍卿求见。袁绍卿，你刚官升良品，朕就收到好几本参你的折子，说你目无礼法，屡次派人侵扰文帝御批所建的龙门场，可有此事？回陛下，臣今日前来正为此事。臣斗胆包下了明日的龙门场，请陛下前往一睹龙门赛。袁绍卿慎言，那龙门场地处偏远，周边不少阿杂贱民，浊气连天。陛下龙体尊贵，岂能去那种地方？范内侍此言差矣。正因陛下乃95之尊，有仙气护体，所有的浊气遇到陛下，都会退避三舍。你为何坚持让朕去看龙门赛？因为每举办一次龙门赛，都会有人或残或死。哼，袁绍卿，这话严重了。我虽从未去过龙门场，也知晓那龙门赛不过是让贱民点到为止的较量，也就摔摔跤、比比气力、磕破点皮。范内侍既从未去过，又何出此言呢？陛下，龙门场乃文帝所建，现如今却沦为草菅人命之所，这着实有辱文帝圣明。是真是假？陛下明日前去一看便知。臣若是有半句虚言，陛下可治臣欺君之罪。阿爷，那袁绍成不知道吃错什么药了，整日就是揪着龙门场不放，耍官威，耍给谁看呢？你叔祖传来消息，圣上明日要亲临龙门场。什么？好他个袁绍成啊！这是暗地里要跟所有世家对着干。昭儿，做人要慎言，这跟世家有何关系？我让你给穷人发放粮食，积德为善，你倒好，丢下周鹏，老往龙门场跑。顶着大太阳在周棚坐一天，儿子坐不住。你这心性一点都不像我，浮躁。今日你给我安分点，不要再像上次一样给我闹出人命来。过2日随我参加酬明宴。报，郎主，有人捎了封信给你。下去。阿爷，您就别惦记什么周鹏、什么酬明宴的，穷人的命又不值钱。那官员转授的事儿，你什么时候能让儿子沾手一二啊？我让你打理布行的事，你打理明白了吗？你要记住，路要一步一步的走，才能走得更长远。我知道了，阿爷，放心吧，我肯定会青出于蓝的。不好了，郎主，郎主，小主子从台阶上跃下去，不小心磕伤了爪子。这混犊子！你弄伤他爪子，我打断你的狗腿！来人！昭儿，先抱他去看伤。郎主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
昭儿说的是气话，但是我对你们下人都是悉心栽培，罚你是为了让你长记性，不再犯错，对不对？郎中说的是小人的福。哎，既然是福，就快快享用吧。继续啦。我有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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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福。袁绍卿可真厉害，居然能让圣上来看龙门赛，这可是亘古未有啊！圣上要是看高兴了，没准不仅能让上场的人脱离剑疾，还会给大家赏赐呢。哦，大家伙还是得当心，明日的龙门赛绝不能有任何的差池。明白，明白。怎么了？我在官场上摸爬滚打这些年，见过了太多的阴险手段，那些士卒不想让龙门场被查封，如今这事情却办得如此顺利，我这心里反而不安。为了龙门场，你做的已经够多的了，别绷得那么紧。过了明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子时三更，平安无事。怎么回事？子时三更，平安无事。我的妈呀！鬼呀！鬼呀！有鬼！救命啊！鬼呀！什么人？鬼！我是更夫。站住！别动！有鬼！有鬼！真的有鬼啊！过来！哪里有什么鬼，都是自己吓自己。庄家，有鬼啊！时移必有妖，吾等乃天子护卫，不能退，给我撤！怕什么？装神弄鬼！来呀！哟，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？我听了件趣事，外面都说延庆坊闹鬼了，6条巷的宅子里一夜之间就挂满了骷髅头。你说这是谁在搞鬼呢？好事，大好事啊！我猜你就会对这事儿感兴趣。你可真是越来越贴心了。这个热闹，我得去凑凑。哎，你们看，这白骨流血了，延庆坊肯定是受到邪物诅咒了。这诅咒？哎，这骷髅头是从地底钻出来的吧？晚上出门是要被厉鬼缠身的，真吓人呐！有点钱，赶紧搬走，这地方
真是太邪门了！大理寺办案，闲杂人等退避，如有违者，视为嫌犯帮凶，统统带走。走。给我查！我倒是要看看，谁敢在这延庆坊装神弄鬼，祸乱人心，我绝不轻饶。是。查到了有什么用啊？你来凑什么热闹？我可不是来凑热闹的，我是来跟袁少卿做笔生意。哼，向来都是我去找别人聊生意，还从未有人敢主动找上我来聊生意的。近日原本袁少卿要请圣上来看龙门赛，所以延庆坊就闹了鬼。这鬼一闹，圣上自然就不会来了。谁不想圣上来啊？断头鬼现世，延庆坊苦煞不详。这话今日一早便传入了宫中，那帮老顽固们倒是齐心的很呐，一起向圣上禀奏，说是为了圣上安全，圣上绝不能轻易涉足延庆坊。这事儿啊，根本就不用查，因为维护龙门场的不是一人，而是整个氏族。他们可真阴毒。阴毒吗？还好吧。那是啊，比起阴毒，谁也毒不过叶信使。说吧，找我是想跟我聊什么生意啊？我有办法，请圣上再来看龙门赛，但有条件。你必须带我进暗毒库，看御史案卷宗。当然，你要是不愿意也正常。毕竟，要是让人知道你调阅御史案卷宗，恐怕……这么件小事，你却拿来做交易，行啊。不过按规矩，暗毒库我入得，可你叶信使入不得。你这是答应了？这么爽快可不像你啊！豺狼做久了，偶尔也有点正义感。那我就先谢谢你了，我先撤了。这儿你自己好好想办法。正义感没了。唉，我就说了吧，果然啊，还是得做交易。你胆子也够大的，你坐在这太师椅上，你怎么就知道曾经在这坐的不是上面挂着的这些人？因为我见过比这更可怕的场面。既然他们把台子搭好了，那我们就好好的给他们唱出戏。周郎家，我觉得今天晚上又有点怪怪的。怕什么？走。什么东西？快看，又有异象！装神弄鬼，一天到晚有完没完了？我们怎么办？吾等乃天子护卫，给我追！是。周郎家，怎么又是这儿啊？咱们非进不可吗？要不然就当没看见算了。废什么话！所有人听令，包围此宅。你们俩在外面守着，其余人给我进去。装神弄鬼，出来啊！慢着！
陛下保住了臣的脑袋，臣特来谢恩。君祥安，你办得不错，身体可好些了？本还有些不爽利，但昨晚做了个梦，醒来后竟然不怎么疼了。什么梦啊？说说看。臣梦到一只通体雪白的鹦鹉，飞到了臣所在的延庆坊，然后变成了一个脑袋光光的小金人儿。朕倒是养过一只能背佛经的白鹦鹉，你这梦做得巧啊！中郎将拜见圣上，呈报祥瑞。昨日呈报不祥，今日又呈报祥瑞，怎么回事？臣该死，臣也不知该如何解释。竟无畏追着一个小金人到了延庆坊那处闹鬼的宅子，竟挖出了此祥瑞。既呈报祥瑞，朕重重有赏。退下吧。谢主隆恩。你呀你，这龙门场，看来朕非去不可了。去，即刻寻一套常服来。记住，若泄露出去，朕拿你试问。是。哎，等等，两位铁眼生啊，第一次来吧？请问是哪门哪市的人呢？这位是圣爷，圣都新贵，住的宅子都是7金的。哟，7金的宅子，圣都也没几座吧？没有人告诉你们，初次看龙门赛得交入场钱吗？没带，钱财都是下人带的，我们身上怎么会有？想要啊？去梅相府上讨吧。你，欢迎诸位贵客来龙门场观赛。龙门场乃跃龙门之地，今天的2位好汉皆是精挑细选的好手，必定能让诸位一饱眼福，请2位好汉入场。今天这2个盲沟贱民，家中皆有儿女，诸位猜猜，他们谁能赢啊？既然你们已经签了生死文书，老规矩，进阶自愿，生死自负。胜者及其子女可脱离贱籍，得分田地。比试开始。真没事。今日的龙门赛真是越发无趣了。沛公，我看咱俩还不如去万国香听曲儿呢。嘘，在此处你我就不要直呼其名了。嗨，莫吧！既然闹了鬼，宫里的那位
绝不可能踏足这里半步。这倒是。这帮老家伙，就算光看后脑勺，都能认出来。停！停！诸位，此物乃铁拳环，和往日的赤手空拳相斗不同，这2个剑民带上了它，就能拳拳见血，招招致命啊！这回有看头了，这倒是个好主意啊！啊，带上。二位请下注。请下注。我压红的，我也压红的。二位请下注。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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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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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继续！起来呀！起来！起来！这回要错了！继续！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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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甭管事。这袁绍成干什么呢？此前都是赤手空拳，为什么又坏了规矩？袁绍卿，这龙门场上哪来的什么规矩？贵人们挂剑寻开心，我就得尽本分让他们开心，这就是唯一的规矩。快叫停比赛！快打呀！你应该再放点肥肉进去切呀。这肉馅儿啊，最好是精中有肥，瘦多就干，肥多就腻。2两瘦1两肥，那才是肉馅中的极品。还有啊，早跟你说了，你这肉摊不能只卖肉，还得卖菜，要荤素搭配。你这不卖菜，我还得走整整167步才能走到菜摊儿。对。你去跟姑娘直接表明心意，她若是愿嫁，这门婚事日后我做主了。那好，慢走，下次再来。收摊了，不卖了。我今天不买肉。不买肉，你来我这干嘛？这什么表情？我紧张。紧张？是不是有人找你麻烦？我紧张，是因为我遇到了新遗址。新遗址？在哪儿啊？谁啊？你。我想了很久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怕你觉得我唐突。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觉得你与别人不一样，所以经常到你这儿买肉。我有好多想要说的，这一说……那你就先别说。这样，今夜戌时，青龙桥上，不管你是愿意还是拒绝，我都一直在那等你。白纸之事，以突袭之烟焚。你堂堂上书，竟然不能除掉叶平安？你要留着他坏了我的大局吗？您请息怒，叶平安已经是阎王簿上被勾了名字的人，
他进鬼门关之前还可一用。何意？圣上本就有提拔寒门之意。李牧原和我争夺户部尚书的人选，就是宁肯让圣上为了制衡而提拔寒门，也不愿意让我们的人得到尚书之位。季青天的名号可谓如雷贯耳。天龙年间，他曾任大理寺丞，断案如神，1年之内判决涉17000人的积案无一冤诉。有他在，我们想用薛仲山把持延税的这步棋，就算是废了。您所言甚是。不过换个层面考虑，这圣都官盐商销的路子，到底在谁手里握着？我们只要能断了李氏这条财路，以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和我们斗了。所以此前我故意让叶平安看到7页谈话图，也是有这番考量。他既然是把好用的刀，就莫要浪费了。用人需看准啊！度量当年也是你提拔进京的，可是转身就投靠了李氏。您大可放心，您只要坐山观虎斗，待到收网之际，还怕找不到让叶平安毙命的机会吗？这花灯又多又好看，都没有你做的好看，就喜欢你做的。卖花灯喽！走，卖花灯喽！卷垛被烧了！救火呀！卷垛，快救卷垛啊！快！左威卫大将军武安康，多年镇守边陲，数次遇戎狄来犯，为我国土劳苦功高。圣喜2年，硕丹犯境，武将军又率军以1破百，大败硕丹于漠北，获金元之战大捷。今贺武将军回朝，赐青龙黄金简、金明光铠，再赐康平王府银1000两，绢500匹，所率诸军每人绢5匹，钱10千。钦此。臣叩谢圣恩。武将军，今日议政若有良策，但说无妨。是。诸卿有事奏否？臣有本奏。说。龙门赛以贱民互相残杀为乐，为了那一纸贱籍文书，兄弟相残，骨肉分离，无数人因此丧命。臣恳请陛下下旨查封龙门场，革此弊制。真是危言耸听！龙门场让不少贱民
得以脱离贱籍，逾越龙门，这明明就是福泽恩重的大善事，却遭你如此诽谤。臣记得袁绍卿正是因为龙门赛才成了良民。怎么，你自己吃了蟠桃就要把树砍了，不让别人吃了？龙门赛乃文帝首肯，袁绍卿却污此良策，岂非在说文帝不仁？袁绍卿此言，其心可诛。此言不妥。龙门赛本意的确是给贱民翻身的机会，但仅让贱民以相扑之术比试，不得伤筋动骨。后来某些人暗将龙门场变成草菅人命的赌博之地。袁绍卿所奏是实情，你们却屡屡攀扯文帝，此心难道不可诛吗？李氏哪有毫发无损的道理？别有用心之人一番夸大其词，便欲毁此良策，岂不可笑？梅阁老，你怎么看？这一朝有一朝的天子，也有一朝之治。此制既未入典律，改与不改的，全凭陛下做主。卢青和张青以往议事总是分歧甚大，今日倒难得一致。逾越龙门，朕觉得你们说的很好，还有谁认同的？臣附议。来人，抬上来。既然此制这么好，朕也打算学学。你们二位就当着群臣的面，在这笼子里面给我打上一架。谁赢了，朕就把右相之位给他，可好？陛下息怒！什么延庆方不祥？这么多人请朕莫去，你们到底怕什么？翠青，昨日龙门赛可好看？当年有人就欺上瞒下，现在还有人敢借文帝诡辩。上苍有好生之德，如此血腥场面，好些王公贵胄却趋之若鹜。这面具底下，到底是人是鬼？陛下息怒！朕即位以来，勒令轻徭薄赋，还礼于民，可还是有些地方有流民逃户。戎狄虎视眈眈，朕调征军饷，却查出国库亏空。桩桩件件，哪件不是国事？有些人仗着自己祖上阴德，尸位素餐，不想着如何安民立国，却为维护龙门场这种以人命为乐之所而锱铢必较。崔毅，臣在。你身为刑部侍郎，季青还未进京就查出你让门客占人田地，干徇私枉法之事。你可对得起你这身上的官服？臣跪对神，万死难赎。望陛下不要因臣的罪过伤了龙体。陛下，陛下！传圣谕，自今日起，严禁任何人以逼迫、利诱等手段让贱民相搏。若有违者，杖80，流3000里。陛下，很多人是因祖上犯错而入贱籍，本身并无过失。臣恳请陛下，让2代以上的贱民能以文相拼，以笔相视，择优者除去贱籍。万万不可！文士科举乃是给良民为国效力的机会，岂可套用在贱民身上？若此剑术无分，届时必会宗制崩坏，动摇国本。李老说的有道理，袁绍卿爱民之心是好，但是如此改制，恐怕过犹不及。梅阁老、李老言之有理，此事不必在意了。元清，起身吧。是。
陛下，臣对那龙门场倒有个主意，不知是否可行。你且说来。一把剑是用来害人，亦或救人，皆因持剑者而不同。以贱民之命取乐，乃是罪孽，但龙门场本身却无罪，又是文帝御批所建，如此查封弃用，甚为可惜。臣提议，让有武艺者到龙门场比武，以此卓拔人才。真是常年带兵的良将。你这提议与朕想设立武举的想法不谋而合。既如此，就先用龙门场打个前锋吧。传旨，改龙门场为武士场，设监官2人，凡优者列入武官查考名册，择优而取。陛下圣明。圣上去了龙门场，你帮了袁绍成大忙，他可得好好谢谢你。啊！怎么了？受伤了？我看看。没有，磨得太用力，扭着手腕了。那你这大惊小怪的，要把人吓死啊！就扭了一下手腕，叫这么大声，你也太怕疼了吧你！现在想想，也不知道某人在牢里是怎么过来的。换了我呀，早就什么都招了。听到了吗？可别让采连挑大梁，他一上刑啊，就全都招了。说什么呢你？那采莲啊，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哎呀，有什么事就跟我们说。没有。你不说我就猜了啊，和我们有关？不是，那是跟别的女人有关。那是跟男人有关。男人？哪个臭男人敢欺负你啊？不是欺负，我直接告诉你们吧。袁绍成的那个下属，叫顾文宇，那个喜欢我。这是好事儿啊！那你喜欢他吗？喜不喜欢都是次要的，现在还没让那些恶人付出代价，哪有什么心思想感情？顾文宇一直跟着袁绍成。看得出来，做事认真周到，是个踏实的人。这仇要报呢，但生活也得继续。我们这辈子不能只为复仇而活。可我若是跟他在一起了，难道能不向他坦白我的过去？他知道了我的遭遇后，心里会没有疙瘩。他心里有了疙瘩，最后受伤的不还是我吗？采莲，比起那些不幸的过去，更让我难过的是我从废宅逃出来之后。哎，你们说说吧，是不是这么个理？怎么不绑别人呢？就绑了这些女的，肯定是他们衣着不检点，才会被人盯上的。我听好多人在说呀，那余钱是给了他们钱的，他们摊台就自己留下做了家妓。我看呐，他们本就是青楼出身，见钱眼开去伺候人，没想到被余钱那老贼给烧死了。所以我说呀，这女人就得守妇道，哎，规规矩矩的，是不是？对。我经常会想，活下来又怎么样呢？我们永远背负着这些污名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不敢跟家人团聚。我再也不想要冒任何的险了。平安，你怎么了？平安？没什么，伤口有点痛。爱就是爱，恨就是恨，
何必要将两者掺和在一起呢？欺辱我们的是恶人，诽谤我们的是愚人，到头来我们还要自己折磨自己。亲者痛，仇者快，岂不是一样愚昧？可我能怎么办呢？从前朝到大封，虽都民风开放，可只要提到一个女人失去了贞洁，狗屁！贞洁什么的，只是束缚女人的枷锁。自古以来，你见过男人提什么贞洁？你可有给过文宇答复？去见他一面吧。要说些什么，是接受还是拒绝，选择都在你。但至少，你不能逃避，要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。近日，朔丹来函，可汗长女已到了婚龄，朕允准可召选大封王子与朔丹公主和亲，以缔结双方姻亲之谊。陛下，自古以来，只有公主和亲，还从未有以王子和亲的先例。若我朝以堂堂男儿和亲，必会留为笑柄，望陛下三思。望陛下三思。哼，笑柄！昔年文成公主远赴外邦，以一己之身保两地和平多年。此等功绩，你们谁能相比？从无先例。朕登基来，早就听倦了。朕能坐上此位，便是先例；朝场女官，便是先例；让王子和亲，亦可是先例。安康，你怎么看？回陛下，臣以为，不论是公主还是王子，以一己换百姓安、士兵回，都不输于将帅之誉，皆乃我大封之荣耀。是臣浅陋，武将军所言甚是。和亲王子当属我大封表率。再有几日，朔丹使臣就要进圣都了。朔丹既有示好之意，要惜和字，也要扬我大封之威。陛下英明。前面周棚上的李字，看着来头不小啊。是不小，那可是琅琊郡王李宗室，李大善人开的周棚，他一向乐善好施。去年扬州水患，也是他捐的钱最多。不过依我看啊，他做这些无非是为了替李氏收买人心。无论他是何用意，只要能做利民之举，便是好事。今日朝堂之上，那个袁绍成，我记得他曾经只是个小官，怎么忽然就官至少卿了？凭他的出身，能做到今日这个位置上，自然少不了趋炎附势、攀附权贵啊。像他这样的，在圣都可不少。如此看来，这最黑暗的地方，并非是战场，反而是这繁华之地啊。兄长好不容易能回京享享福，怎么心情如此沉重？我此番回来，不是为了享福，而是来讨债的。哦，讨谁的债？5年前的汴州仓司使，现如今的户部度支司主事徐清。他呀，那我就知道你要讨的是什么债了。今日在大殿上，怎么没有见到父亲？哦，父亲近来染了暑热，一直在病中，这2日才好了许多。知道你今日入京，他一早就命人洒扫府中上下，就等着你回去呢。父亲，你看，
这是儿子亲手为你刻的常青树，用的是父亲最喜欢的紫檀木。这不是子承父业了吗？你看你瘦了多好，人也显得高。也许不是你高了，是为父老了。父亲正值壮年，春秋鼎盛，跟着老子一点都不沾边。木雕需要耐性，就是要克服掉这从小爱动的毛病，还不错。这手艺大有长进。我打小就看着父亲刻木雕，耳濡目染之下，也学习到了一些皮毛。贤儿，你兄长送你什么好东西了？此乃张压九所铸万川剑，以后便是女儿的佩剑了。不愧是兄长，投其所好。说单求亲一事，圣上秘而不宣，非要等你进京之后才公之于众。你们可知是何用意啊？圣上欲以武士结亲，是为了彰显皇权正统，此其一也。其二，制衡之道，犹如木桶取水，李氏与武士的木板不能一头长一头短，长短一致，这桶中的水方能平稳。此番圣上之举，是想要收回我的兵权。既然你悟到了，那就交还兵权，回圣都好好谋份差事。父亲，儿子带兵习惯了，不适合圣都，也干不好这儿的差事啊。你知道为父为何好木吗？树死木生，人生60亿轮回，周而复始，犹如木之年轮。缘乃天道，亦是人道。你呀，圆融这二字还是没有参透。这阵子你就在圣都好好转转，也许能改变看法。贤儿，为父备了冰糖糕，你今日上山，给你母亲送去。女儿还有事，冰糖糕我差下人去送。父亲大病初愈，我跟兄长就不多打扰了。行。哎，一个是圣上跟前的红人，一个是威风八面的将军，这翅膀一硬啊，都不听话了。走吧。兄长这一回来，府里就收了10几张请帖。不过我猜兄长一家也不会去，不如夜里我为兄长接风，顺便为你引荐一位有趣之人。能被你称作有趣之人的可不多见，不知这个人何去之有啊？他呀，被人称作巫医，前段时间出了一桩悬案。你们是？这位是大理寺少卿，要看卷宗。你们要看哪年的卷宗？昭丰2年，御史案。不好意思，我这卷宗的确太多了，没个1俩月的找不出来。卷宗都是按年月存放，怎么会找那么久？你这8成是心里有鬼吧？文宇，带走。别！少卿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前几年上任之初，确实核对过历年卷宗，看过记录。御史案之后，这卷宗啊，就被当时升任的吏部侍郎海宜平海公给调走了，最后卷宗也没还回来。这其中缘由，我也不敢问呢。少问少想是智慧嘛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样，拿到了吗？那书里看库没几年，卷宗没找到，也没有查到任何调阅的记录。此人谨慎狡猾，会对卷宗下手，并不让人意外，反而更让我确认，卷宗记录的内容必有蹊跷。对了，龙门场的事情，谢谢了。撤了。少卿，
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是海上叔拿走的卷宗？是不想让他对付海公，和你站在对立面吗？不是因为这个，是时候还不到。我要利用美党，抗衡李氏一派，扰乱严家之事尚未查明，不能让他乱了我的布局。霓裳打探到了吗？他呀，灌了吏部书令室那老头不少酒，才问出当年看管案牍库的书吏因渎职被罢免了。谁下的令？海一平。海公，哦，叶信使来了。叶信使的身体可好些了？老海公惦记，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在屋里闷久了，出来走走，也想看看海燕的情况。没想到你刚任使职，就有人在背后陷害你。此人是何目的？难道是记恨你对付度量？想来是跟度量有交情的人所为。好在这样一来，此人若再对我下手，也必然会引起圣上的注意。我今日诊治还需与海燕独处，时间会稍长。海公若信得过我，叶信使，把海燕交给你，我10000个放心。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吩咐。还记得这个图案吗？上次你画在那名女子的手臂上，她是你阿兄带回来的吗？不是阿兄。那，你认识那名女子吗？知道她叫什么吗？不认识，只认识阿兄、娘，还有安。小贪吃鬼呀，快来，快再吃点啊！吃饱了是吧？娘，哎，叶信一来了。哦，人在哪儿呢？还不赶快请进来？他往后院去了。那老身去看看他。
你是郎主的客人吧？老伯，这里是藏书阁吗？是啊，趁着天气好，拿出来晒晒，防虫蛀嘛。这藏书阁看起来比前院的房屋要新啊。你当真眼尖呐！这里原本不是藏书阁，而是一间客房，可多年前却被一场大火给烧没了，这是重新修建的。大火？这里怎么会起火啊？不好说呀。没什么不好说的。老夫人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儿还珍藏着于谦赠给他的这些书册，别人都避讳谈及旧事，但老身没什么可避讳的。客房着火是与10几年前的御史案有关。这个案子，平安也曾听闻过，只是没想到海公竟然与于谦相识。当年我儿于谦、孙熙正是同窗好友，以同科及第。没想到10几年前，于谦因御史案被满门抄斩，我儿不信于谦会做出伤天害理之事。自他离世后，就郁郁寡欢。后来有个人找上门来，自称是罹难女子的家眷。这个人叫什么？记不清了。他声称此案有冤情，找我儿帮忙，要看御史案卷宗。我儿以为有机会能为死去的好友洗脱冤屈，急忙调了御史案卷宗出来，就在这间客房给他看。岂料啊！那日海公邀我和几位友人上门，想一同探讨这御史案的疑点。海公告诉我们说，有位受害女子的家眷找上了门，正在看卷宗。海公正想为我们引荐那人，可谁知那人竟然意外打翻了烛火，焚毁了卷宗，就连海公那间客房啊，也随之付之一炬了。想不到御史案的卷宗早已化成灰烬了。海公差点因此无法交差呀，无奈我们只好一起找到了海公的恩师，就是如今的梅相说情，才帮他在案牍库那边解决了此事。真是没想到，于谦当年还有你们几位仗义同僚。不过你说的我有些好奇了，与你一同上门的都有哪几位旧友？我也真是敬佩你们，在那个时候还愿意相信于谦的清白。他们是……娘，您怎么来了？叶心怡走了？来，坐会儿吧，娘。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方才在后院，我看到当年于谦送你的书册，睹物思人，每每想起他，为娘这心里就堵得慌。当年你将升迁侍郎，于谦蒙冤狱中，写信托人带给你。当时你不在府中，我就先收下了那封信。我就知道他是被冤枉的，儿啊，于谦已将他全家的性命和清白都寄托于你了，你务必想办法救他呀！娘，您放心吧，于谦与儿是挚友，我一定想尽办法相救。可怜呐，他是那么的刚正不阿，是个清正廉洁的好官呐，终究还是含恨而终。娘，往事已过，您也莫要再因此伤怀了，身体重要。儿送您回去歇着吧。
花娘那边吩咐好了吗？一切都已准备妥当，郎主放心吧。好的，可以撒网了。是。除了孙熙正以外，其他目睹卷宗被烧的人，他们所说也都一致。海夷平确实是于谦多年的挚友，甚至在御史案之后还为于谦说过好话。我看那个纵火的人根本不是什么受害者家眷，找了这么多年，最后连卷宗的线索咬断了。丹心，我知道你一直想为愚公洗清冤屈，我们已经努力这么久了，现在更要沉得住气。我不是不明白，我只是为愚公惋惜。他本已官至侍郎，可就因为为民请命得罪了高官，才从侍郎又被贬至了八品。如此刚正不阿之人，最后还是栽在了小人手上。若当官的都想于谦，这世间得少多少冤案啊！要让愚公这样的人能安心做事，就得需要我这种不择手段之人，先为他扫清障碍。武舍人，看样子伤好的差不多了，别老闷在屋子里。来，把这个换上。这是何意？左威卫大将军回京，民同乐，宵禁延迟2个时辰。人生有3狂：狂吃、狂喝、狂乐。此时不乐，更待何时？有这等好事，当然恭敬不如从命。那美人儿还不换衫？难道要我帮您？谁人如我四极风？卷云自来去，扶摇9万里。天地执掌间，畅快，真畅快。武舍人，哎，别这么叫，煞风景。以后都叫我显儿。显儿，你现在的样子跟我想象的判若两人。说来也怪，你这一心之术，无论在哪儿都应传作奇闻，怎么除了圣都，其他地方都没有听说过？我常去一些闭塞之地游医，没有听说过也不奇怪。是吗？我倒觉得越是闭塞之地，越容易将奇才视为异类。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这样评价我。我从你身上闻到了秘密的味道，愿意告诉我吗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也许有一天我会告诉你的。好，到时我一定带最好的酒来听。不过人啊，仍需向前看，不要回头啊。你听着风，多自由。怎么样，这万国香，今日我全包了。不愧是武舍人，出手就是阔气。这是还有客人？他一会儿就到。花娘，来了来了，快点啊！哎呀，让武舍人久等了。这啊，是我们万国香最善琵琶的歌姬，名唤霓裳。美人如玉，真叫人挪不开眼啊！两位贵客，今日想听首什么曲儿啊？平安，你是客人，你来选吧。客随主便。我看两位贵客气宇不凡，那今日就来一曲《木兰辞》吧。好，这首我喜欢。
昨夜见军帖，可汗大点兵。军书12卷，卷卷有爷名。阿爷无大儿，木兰无长兄。愿为市鞍马，从此替爷征。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鞯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。但辞爷娘去，暮宿黄河边。不闻爷娘唤女声，但闻黄河流水云间间。好，平安。万里不容机，关山度若飞。朔气传金阔，寒光照铁衣。将军百战死，壮士10年归。归来见天子，天子坐明堂。好。好。好一个巾帼不让须眉！叶姑娘舞剑看似恣意随性，但横剑刺出时却锋芒毕现。你知道我？老李2进2出的一心之才，我戍边归来，显儿就与我讲了不少你的故事。原来是武大将军，平安幸会。你让我查的，去年从圣都调去扬州修河堤的工匠，我已经盘问过。河堤坍塌背后的确有蹊跷，跟那个大善人李宗旭有关。河堤坍塌导致盐田被淹，盐价节节攀升，最终获利的只有他李宗旭。少卿，你这阵子就没歇过，盐价日涨之时还得慢慢查。今夜武将军回京，交进盐时，不如好好放松一下。我看某人是急着去夜会佳人吧。对了，武将军回朝，谁给他接风洗尘啊？好些贵人都递了名帖给他，可将军都没去。但我听说有人看见他进了万国乡。兄长乃常胜将军，守卫边境，保我家国平安。难得回京，今夜这酒可得喝个痛快。不如叶姑娘一起吧。来，3位贵客啊，我万国乡近日新来了一名舞姬，舞姿卓绝，连舞社人也未曾见过。今日既然为大将军接风，不如把他唤来一舞，可好？没见过的，那倒是新鲜。我现在就去把他唤来。为武将军接风洗尘，这热闹怎少得了我呀？袁绍兴这5年在圣都养尊处优，这面色看上去可比当年在军营好上不少。没想到兄长与袁绍卿竟是旧相识。这万国乡的佳酿，可是你在边塞根本尝不到的。来，这些年万国乡的酒，怕是把袁绍卿的骨头都给泡软。也是，酒不喝，官路不亨通啊。说到这官路亨通，在下
自然不及叶新使。长新使能与二位结交，这攀高枝的本事，自然了得。我知道，袁绍卿看我最不顺眼，但也没必要挤兑我啊。今夜我好歹是客，你可是不请自来啊！各位贵客久等了，快点！来，给诸位贵客介绍一下自己。妾身名唤离歌，善胡舞、长袖舞、绿腰舞、这支舞，不知诸位贵客想看什么？百军旗鼓狼城破，犹记军前这支舞。就来这支舞吧。这支舞好，这支舞好啊！诸位呀，可要好好欣赏。武将军难得回朝，少城为你接风洗尘。这万国香的酒也没那么好喝。明日武士场，你我再会上一回。好，你既有邀，我怎能不去？哎呦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看看。哎，不中用的东西，万国香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还不赶紧起来！起来呀！还不赶紧起来给各位赔礼！快点儿！还不快给各位贵客赔不是？是我不好，我向诸位赔罪。你先送他回去吧。我的错。